一个暴力惩罚者如果出于某种正义而成为了一名连环杀手，那这还算不算恶人呢？这是不是和周楚除三害的剧情很相似？不过不同的是，他杀的人可比陈桂林要多得多了。其中还包括了自己的父亲，甚至在入狱后，他并没有停止杀戮，反而杀死了更多的囚犯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杀戮机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位来自巴西的连环杀手至少谋杀了100多个人，而且他在18岁之前就已经犯下了其中的10起命案。其实单凭想象，这样一个暴力惩罚者的形象，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真实。如果你了解了他的早期经历，可能就不奇怪为何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还要再杀人了。这名杀手名叫佩德罗·罗德里格斯·菲略，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注定了将是艰难困苦的一生。1954年，佩德罗出生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。他出生时头骨就有损伤，这是由于在母亲怀孕期间，父亲对他的身体进行过暴力和虐待导致的，间接的伤害到了年幼的佩德罗。整个童年期间，佩德罗一直饱受着父亲的虐待。在这样的负面影响下，13岁那年，他就产生了第一次杀人的冲动。佩德罗声称自己当时和表哥发生了争执，把他推进了甘蔗榨汁机，差一点点就害死了自己的表哥。第2年，佩德罗才14岁，但已经将杀人的冲动落实到了行动中了。说来也怪，接下来的杀戮看着更像是闹着玩似的。他的第一位受害者是镇上的副市长，两人看似毫无交集。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原来佩德罗的父亲是一名学校警卫，有人污蔑他偷了学校食堂的菜，副市长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随意解雇了他，最后导致了父亲失业。佩德罗咽不下这口气，便直接用枪打死了副市长。但不久之后，佩德罗很快就打响了第2枪，这次的受害者是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警卫，是他恶意举报了父亲，其实偷菜的根本就是他自己。解决了始作俑者后，佩德罗就选择逃到外地避避风头。在圣保罗地区，他开始入室抢劫，尤其是抢劫贩毒窝点。他还杀死过一名毒贩子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佩德罗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，对方名叫玛利亚。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，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。但好景不长，玛利亚被当时的黑帮成员给杀害了。佩德罗彻底被激怒，他私下里调查到了几个与此案有关系的人，将其折磨致死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在黑帮头目组织的一场婚礼上，佩德罗召集了一些朋友，共同掀起了一场大屠杀，一共7人死亡，16人受伤。为爱报仇后没几个月，佩德罗得知自己最亲近的表妹出事了，她被一个渣男搞大了肚子，对方又不想负责，在愤怒之下，佩德罗开枪打死了她。看到这里，各位有没有觉得这还挺魔幻的？怎么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轮到了他的头上，而且他还真就替天行道了，被上天保佑，就连警方都抓不到他。然而接下来还发生了更加魔幻的事情。在这位连环杀手的杀戮生涯当中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受害者竟然是他的父亲。前面也提到了，佩德罗小时候受尽父亲的虐待，但是当父亲被无辜革职后，他还是站了出来为父亲报了仇。那这次为何又反目成仇了呢？原来佩德罗在外漂泊期间，父亲残忍地杀害了母亲，还用砍刀进行了肢解，最后锒铛入狱。佩德罗从小就看着父亲虐待妻儿，现在他又以这种残忍的方式结束了母亲的生命，无疑是点燃了心中的火药。最终，佩德罗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来到了监狱探望父亲，谁也没想到佩德罗竟然对其父亲连捅了22刀。那为何是这个数字呢？其实当时可怜的母亲去世时被砍了整整21刀。佩德罗深信母亲受到的伤害不仅要全数奉还，还要让父亲感受更加撕心裂肺的痛苦。然而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，杀红了眼的佩德罗还特意掏出了父亲的心脏，嚼了嚼，吐掉了。1973年5月24日，佩德罗被逮捕。此时的他还不到20岁，本以为监禁是制止他杀戮最好的归宿，或许今后他就会洗心革面，不再打打杀杀了。但是佩德罗还没有正式开启监狱生活，就已经打破了所有人的幻想。当时他正在与另外2名强奸犯一同关押在警车里，被送往监狱。然而在短短几分钟，当警察再次打开车门时，竟然发现另外2名强奸犯已经被他打死了。佩德罗就像是个杀人机器，无论是在哪里都阻挡不了他的杀戮。那在我们的认知里面，监狱是封闭恶势力，让囚犯忏悔唤醒他们良知的地方。但是巴西的监狱似乎是另外一番场景。当时佩德罗入狱后，被许多囚犯包围着，就像是一个斗兽场，充满了黑暗与险恶。很多囚犯都无法见识到出狱就因为各种原因而死在了牢房里。但是佩德罗却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，那就是成为一个狩猎者。他痛恨所有戴罪之人，认为这些囚犯都应该受到惩罚。就比如当佩德罗得知某个囚犯入狱是因为杀害儿童后，他立刻处决了这个人。但有的时候佩德罗也会随机选择杀人目标，原因还特别的奇葩。就比如一个囚犯
因为睡觉打鼾太过厉害而被杀，而另外一个则是因为不喜欢佩德罗的脸。据统计，在监禁期间，他至少杀死了47名囚犯。很快，佩德罗被视为囚犯们的眼中钉，为此他遭受了不少袭击。有一次，几名囚犯合起伙来给他一个教训，佩德罗中了他们的埋伏，一群人就开始扭打起来。最终，他杀死了3名袭击者，另外2人身受重伤。对于佩德罗来说，杀死另一个罪犯是相当刺激的一件事，他从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兴奋。据说他还在胳膊上纹了一句话：“我以杀人为乐。”不过后来又被新的纹身给遮盖掉了。根据精神病学家的研究，佩德罗被描述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对他人没有同情心，更不会产生悔恨之心。自始至终，他可能只会对母亲和女友产生一些感情。当他们遇害后，他的反社会人格越来越严重，一心只想报仇。1982年，有一份精神病学报告对佩德罗进行了分析，其中还提到，除了反社会人格之外，他还是一个偏执狂，一切的杀人动机都是为了对自己的暴力行为的肯定。其实，在大众眼里，比起精神病患者，他们更愿意把佩德罗归为社会病患者，或者是复仇型连环杀手。最初，佩德罗被判处了128年监禁，再加上他在狱中犯下的罪行，使刑期增加到了400年。但根据当时的巴西法律，最高刑期只有30年。又因为他在监狱里面犯下了谋杀罪，加刑了4年，所以最后被判刑了34年。佩德罗在2007年被释放了，但是由于在圣保罗被拘留期间犯下了暴乱和非法监禁罪。2011年9月15日，佩德罗在家又被逮捕，回到了监狱服刑。2018年12月10日，佩德罗因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。后来他还接受了许多采访，甚至打算拍摄相关自己的纪录片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他宣布再也不从事犯罪行为。为此，他还特地在自媒体横飞的年代当起了一名 YouTuber， 专门评论犯罪事件，反对帮派暴力，并教育公众不要为犯罪行为感到自豪。频道的名字在这里我就不读出来了，不过各位也别好奇去搜索，因为他在2023年3月5日被2名男子从一辆汽车当中开枪射死了。目前还不知道这2名男子的真实身份，或许是仇人太多，社会当中有不少人都想取他的性命。不过说来也搞笑，在他死后，他的 YouTube 最新的视频下方多出了好多评论，有些甚至是在哀悼他。就算是他之前杀了100多个人，还是有人评论他说是个好人。可能生前杀的100多个人都是对社会没有好处吧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他应该也能算是个杀人最多的自媒体博主了吧。在佩德罗死后，人们对他的评论依然争议不断，很多人称他为斗牛士，是真正的惩罚者，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犯。但是细想一下，我以杀人为乐这句话被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胳膊上面，这已经能够暴露出他扭曲的人格。杀人对他来说是唯一的选择，但这一切似乎是在给我们一种错觉，佩德罗是出于所谓的正义才杀人的。那我们假设一下，如果他不坐牢的话，真的只会杀坏人，不会向无辜者下手吗？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敢保证吧。总之还是很难下定论的，毕竟佩德罗被诊断出有精神上面的问题。他试图以自认为最道德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上的坏人，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犯罪，所以很难被称之为英雄。这或许就是佩德罗引起争议的真正原因吧。那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